机开合不起来，就把它当裂甲。还有这个最重要的 GN 动力炉，太厉害了。那怎么这么巧？我念日文给你听哦，普通麻将，不是就麻将。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D 的小江老师。上一次呢，我们这个 PG 补完计划第一集已经开了11个，已经盖好了一个 PG 墙。那里面呢还有10几台没开，但是呢，我们那时候发现，哇，网络上还有好多限定版哦。你看，像这个卡斯巴尔夏亚专用的钢弹呢，你们有没有看过？然后还有这什么鬼啊 ？RS782钢弹 Real Type Color。它的 Prototype Close Combat Mobile Suit Limited Production 我现在讲的是越南话。好，这里面是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上次我们节目的片尾说，有没有网友可以帮我们查一下，到底出过哪些 PG？ 因为这些限定版真的太多了。那有一个非常热心又专业的这个朋友，就叫做阿蛋哥。哇，他竟然帮我们整理出来了，一般贩售19款。所以上次我们介绍到这个嫣红攻击钢弹是第10款，但是呢有一台空中霸者我给它算进去了，所以上次开11台。然后呢，今天理论上要从第11台开到第19台，这个是一般贩售。接着呢，它还有 PV 限定9款，配件包18款，其他限定29款 ，PG 2款。所以根据它的这个总清单，总共有77款 PG， 我本来以为 PG 是所有这个模型系列里面我最容易收起，反正就10几台而已嘛。没想到惊天霹雳啊！我现在这里20几台，竟然不到他们的1/3耶！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只好继续开箱，继续看看我们缺什么，看到一台就买一台。我以为我这一盒没买，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买？你知道吗？因为它太帅了。你看它这个姿势，哇！一个模型可以摆出这种动作，然后推出这个武士刀，斩，有没有？这个一个很帅的这种字，这个就是钢弹系的 Astray 推出来的。Astray，请 Google 小姐帮忙一下。Astray。当时这个异端钢弹推出的时候啊，我们是超级震撼的。这个是钢弹吗？它的骨架外露到什么程度啊？你看这红色的部分都是它外露的骨架，然后这个头整个就是逆天的帅气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内容物。哇！我们先看一下它附的这个套件哦。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你看它这里就有一个很帅的这个电镀的这一把橘文字，它上面就有这个武士刀的这个花纹，有没有？我们上次提到的包色是以金属被包在里面射塑胶，但是这个呢是 ABS 加 PP， 所以它是 ABS 射完一框跟 PP 射完一框，它们会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射出技术啊，其实还是跟包色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真的很厉害，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电镀的这个金色，真的是厉害哦，漂亮这个是2009年的，然后你看这个手，这个手是2004年的手，这盒是2009年的产品，所以这个手本来是谁的手？对，你们有发现吗？为什么我们上次1到11台的时候，我一直要跟大家说，你看它有一本黑白的一本彩色一来，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剩这一本。我很喜欢那一本，我现在没有那一本，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但是看到这个这么帅气的机体又复活了，可以啊，这本说明书还是很棒哦。这个巨细靡遗的线稿。好，那我们直接来看它实体的部分。这一台呢是由这个小明老师捐赠到博物馆，我们实际来了解一下它当时的这个 PG 的一个设定。虽然它这个是有大件的版本，但是其实本体上的细节是跟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一盒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可以借由这一台呢来看一下它这个 PG 的结构跟构造。大家可以看到分件非常的细腻，这个红色的天线，然后到这边有一个透明件然后到这个白色的这个外壳上面有细节，然后到这边有这个灰色的骨架，然后到这个眼缘这里眼睛的边缘，然后跟透明件这些都是拆件。那侧脸
侧脸这边的细节非常的丰盛，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打磨跟涂装，然后做点墨线跟水贴，它的质感就很棒，因为它的细节已经非常多。再来，我们看到裙甲的部分哈，真的不愧是 PG 哈，你看它这里给你一个刻线，一个凹下去的这种短刻线，而且是梯形的哈，这边凸出来的这种细节，你只要做一下这个刻线加深，到时候入墨线就会很好入。你看，我们还可以边介绍哈，边直接帮它刻线。刻线的时候，你就是要保持这种轻轻松松，不要出太大的力气。你看，我距离这个这么远，你们看，你只要放上去滑动就好了，我根本就看不到，看不到也刻得到。这个东西就叫做什么？手感。你们要刻线就是要练习手感，所以 PG 的好处呢，就是说你只要做很基本的处理，它上面的立体结构已经非常的多，好，你搭配一些水贴，基本上做起来就很漂亮。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小腿的部分，这真的太丰盛了啦！这个机械结构的设计哦，真的不是盖的耶。你看，注意，你看这两个白色的点哦，脚掌在动，小腿就在动，这仿佛什么，你知道吗？你们看一下我的手，你看一下我的手，你看，当我的小拇指在动，你看哦，那我这边是不是会动？你看，哇！它就仿佛这种肌肉里面的这种激素，它都有帮你做出来。这一台 PG 哈，就是我们当时觉得非常梦幻的机型哈，真的它很性感很漂亮，因为它有很多骨架是外露的，然后它的可动又很丰富很狂。这边也是有点像我们的这个二头肌，好，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刚才的小肌肉的部分，你看。这个后面这是什么？三头肌。当你的这个肘关节在动，你看三头肌就爆开了。它跟这个一模一样，你看哦。有吗？好像看不太清。好吧，我们继续往下一台。好，接下来呢，就要到了这个年轻人最喜欢的钢弹 Double 系列，然后再加上这个 Double Racer 还是 Laser 还是 Racer， 这怎么念 ？Racer Lagan。Double 很帅哦，它是一台钢弹背着一台飞机头往后的。然后我们这一盒呢是初回购入特点，然后里面有 Color C Lear Body。Color Clear Body， 不好意思哦，开箱多难等一下，你们看我，先生啊，为了拍给你们看得到镜头，我是斜眼看到这个一点点而已呢。这是2009年11月28号到2010年3月3号才有这个限定哦。我们运气很好，收到这个。你们知道这里为什么会凹下去吗？因为我们 PG 太多了嘛，然后我们就把这一盒放在门口，然后我们那个摄影师小白啊，他就抱2盒 PG 进来，然后蹲下来放着，他的屁股就插到这个，把我们的 PG 插坏了。他还说屁股很痛，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心比你的屁股还痛啊？你把我的盒子好好的盒子放在这里面，而且还有屁味。我差要跳起来了。他说我靠！好，我们来赶快看一下这个这么大盒的套件里面有什么。这多丰盛啊！有 A 盒，有 B 盒，还有这个最重要的 GN 动力炉 Double Racer GN Drive Unit， 太厉害了！那怎么这么巧？我以为抽出来是在。你们看啊，这个说明书，然后送这个初回购入特点，多爽啊！所以买模型哈，你们千万不要犹豫，因为初回购入特点就是只有初回啊，初回以后会涨到比这个模型还贵。你们自己去看，那时候异端才卖3、4千块，现在这个透明套件卖到4、5千块，还不付本体。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小小的 GN 动力炉里面有什么？这个很令人期待耶，就是这个会发光的 GN 动力炉。后面再开给大家看。这个整体的盒绘哈，它就先给了你一个这个线稿，非常美妙的线稿，类似 AutoCAD 这种2D 的线稿。然后这边呢，就是这个手绘的线稿，手绘的线稿的正面跟手绘线稿的这个
背面。那我想如果你们本身不是从事设计工作的，你们很难想象为什么我们对这些东西非常的这个热爱，然后非常的沉浸在这些细节里面，因为它里面有很浪漫的事。有一首歌叫做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看 PG。好，猜中会送一台 PG。然后这是怎样买菜吃到饱是不是啊？好多还有这个明信片。他说你喜不喜欢这台钢弹？如果喜欢的话，请给我5星好评，可以寄回去。真的假的啦？你看我念日文给你听麻糬，普通麻糬，不是就麻糬，就没麻糬。怎么没有透明件？所以它该不会透明件是另外送，然后我不见了吧？我们赶快来看这个 V 套组里面有没有这个透明件。你看，真的没有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他是不是有病？对，拍呀！我买出回限定版，然后他说我有出回购入特点，那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他应该是当时另外送，然后我不见了，那怎么办？好，先不管他了，我跟你讲，我们先直接组起来给大家看。Moments later， 你看我们数组好了，帅吧？其实它乍看之下蛮像水星魔女的。哎呦，专业耶！这个就是海岛川监吾老师都有参与这个设计，所以它的风格上有点像。我们先来看它这个 PG 的这个拆件真的是很棒。它每一个颜色你看白色啊，然后深色的这个零件啊、外壳啊，它都有做拆件，跟这个透明件都有做拆件，然后可动非常的棒。你看它可以这样转过来，然后低头、抬头。就这个 PG 这个可动是无话可说的好。我们人不是可以这样扩胸吗？它这也可以，你看它可以这样撑开，做一个伸展扩胸的动作。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等一下，认真开箱好吗？它这个手这里就有做裂甲。真的很帅。然后它这个透明零件里面是有一些细节的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这个符号帮你设计的很好。那可动这一台它有一个棘轮感，就这样，它的可动那个棘轮的那种阻尼蛮不错的。这一颗炉子是可以发光的。所以可以增加你这个机体的这个可玩性。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个 Racer 的部分，好帅我觉得这台战机，你看它本身就很像剑的造型，真的很帅。这样子真的很像一把巨剑，你知道吗？它的这个机头到这里，因为体积面积很大嘛，如果你整个是平的，会很难看。所以你看它这里就像里面有一些引擎结构，所以这2块有凸出来。那在我们看到那个 F14的战斗机，它刚好底下会长这样，那这个是上面长这样。科幻它好处就是说，我们自己设定它的引擎动力内部结构可能是往上涨，那它的壳就会往上涨。理论上这个打开应该要有喷嘴吧，可是它比较浪漫因为他们不需要喷东西出来，所以它有一个尾巴它在飞的时候，它就是用这种动能在飞这样。我们来快速欣赏一下这台 Double O 加 Racer。马上就到了这个最高潮的时候，就是我们最期待的 Seed Strike Freedom 钢弹。你看 Seed 电影版昨天才上，我们今天就有 PG 攻击自由，可以开箱给大家看呐！才2台，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集全部都有组好给大家看吗？因为我要帮这些机体量身定做柜子，我真的要有一面墙，真的以后这个博物馆开放的时候，一定会给你们看到那一面墙。整面都是 PG， 那我们就是准备了这很多数组的机体，去看它展开的尺寸，然后到时候要怎么布置，我们都想好了，就只差一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东西？没钱了。这个攻击自由它最帅的就是它有这个金色的骨架，然后这些金色的外露骨架是它非常性感的部分。那当时呢，我们已经非常喜欢这种开甲的设计，在某些做动的时候呢，这些外装甲它会分开变成裂甲，这就很帅。同样的这种特征在大腿你也可以看到，那前面的机体也有很多，尤其是膝盖这个位置啊，因为要联动这些东西都会做裂甲。那一个东西好看就是它有一些外露的骨架跟里面的内钩细节你从外侧就看得到。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年份是2010年就已经做好的东西，距离现在已经14年前。14年前，你有一台 PG 攻击自由走在街上，从模型店走出来，相当于你开了一台法拉利在车上。模型界的富豪，模型界的成功者，哇，这是怎样啦？为什么？对了 ，PG 就是要这样。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金色。那大家当然拿到这种金色，会说你盒子这种金，里面给我开这个给大家看。之前就讲过，你要射金，射的好看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金是一种金属，那你怎么可能用塑胶射金射的很金呢？对不对？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你加了金属粒子，它就没办法射啦，因为高温不能溶解，它只能让它觉得有点光泽。所以他们后面怎么样要么就是电镀，要么就是尽量让你偏金。然后你唯一的手段就是剪下来练习喷漆。你看我们那 NGX 的攻击自由，那个金色喷下去之美啊！我建议大家都买一把喷笔。其实它有给你另外一种金色。那你就会说，你刚刚才讲，塑胶射出的金色一定不好看，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它就有金色？因为它这是后面帮你喷的，这个叫做板喷。不相信的话，你把汤口剪下来，那个汤口如果流金出来，流出金色的颜色出来，我就把这台做起来。那要不要现在就剪？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要当谎言终结者？这一盒几千块耶，我剪。靠！我剪这个零件干嘛？我剪旁边的柱子给你看就好了。你看，这里面就不可能有金色，它外面是喷的。你看这喷的质感跟里面射的质感差这么多，那为什么它有些要帮你喷，有些不帮你喷呢？这个逻辑我也是觉得是蛮奥妙的。可能你喷了，反正剪下来也要补色；你不喷，反正你也要喷金色。那到底是要喷好还是不喷好？我想大家都很苦恼，很多玩家应该也是希望组起来就很漂亮。那它另外一个为什么不喷呢？为什么？因为它同时满足两种玩家，就是一种你喜欢喷嘛，你就不用洗；一种你不要我喷嘛，所以我这两种都满足你，可以了吧？那这样不是做起来会一半？这样做起来两种都不满足。好，这就是攻击自由的这本黑白说明书。不知道为什么到攻击自由的时候，这本彩图又回来了耶！哇，真的是很赞耶！就是我最喜欢这种彩图。一打开就是翱翔在宇宙的攻击自由。对嘛？怎么可以没有这种东西？2D 的手绘稿，3D 实际的模型，3D 建模的过程，然后你们看，这个攻击自由可以高贵之哎。然后我们刚好电影版，你看电影版上这些角色都还在哦，黄大河、阿斯兰、真飞鸟，比较帅的黄大河，然后这我们重点是来介绍攻击自由，其他东西先不用讲。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模型的部分吧。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很有诚意，开个 PG 都帮你去借一台 PG 完成品给你看，而且还有上改套。那最厉害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是未成年做好的作品，18岁以下的未成年。你们看它的这个装甲细节有很多的刻线，这边多了一些层次，然后这边还多了一些裂甲，造型上跟我们现在开的这个 PG 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
因为这个未成年居然在那个时候就有钱买 GK 改套，这根本就是富二代嘛，对不对？买得起 PG 还有钱买改套，那个时代他就有钱喷漆，他就是我们的摄影师阿龙。什么有钱？那是小时候务农赚钱来的。你怎么有那笔钱？就我家种花，就那种6日就去那边当劳工，然后大概工作1个月，然后存了大概5、6千块吧。哇，然后你就完成了这一台攻击自由，就慢慢做这样。好，那刚刚阿龙有跟我们介绍他完成了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他当时是来面试我们这个模型师，你看他现在。是啊，一直台都没有做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了给观众看好的片，对，没日没夜都在剪片。因为他来以后，我们发现他剪辑的才华大于他做模型的才华。海牛做的，这样不对啊！快点剪片了。好，没关系，我给你平反。你下次拿一个好作品给大家看。好，我们来拍一集。对，他有一支作品做2年哦。这一支先看这一支。好，来，首先你看这个汤口啊，连汤口都不会修啊。你看快乐啊，小时候玩模型就是要这么快乐，没有错。汤口不会修没关系，就不要修，你只要有把它装起来，有感受到这台的魄力就可以了。然后你看，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是2个零件合不起来啊！你们以为是裂甲，你就把它当成裂甲，合不起来 ，GK 合不起来，就把它当裂甲。你看，从小他的观念就这么正确。最重要的事情，它全机上色，而且它上了好多颜色哦。你们看哦，它这边就喷那个浅灰，然后再跳白色，然后它也有用这个红色，它也有喷金色。你看。这里还有短刻线呢，然后这个漆面都磨成歪的，没有磨哦，这是 GK 来的时候本来就是歪的。但是说实在的啦，也只有我们玩模型的人哦，会很注意看这个，随便带一个女朋友回家，好，你今天带这个，明天带这个，后天再带另外一个，你就看看他会不会发现漆面没有磨好，一定不会嘛，所以。这个也不要太介意，玩模型最重要的是什么？开心就好。我们不得不说这个攻击自由这个翅膀真的很有张力。你看这个 PG 买完，我在它后面这么大个，这看起来不就很爽吗？对不对？但是我们小朋友阿龙18岁以下的时候，未成年的时候装错了，所以他有些地方不能打开，然后软软的，这个没关系，再买一台。我们就让阿龙再做一台 PG 攻击自由来平反，说他有多会做模型，这样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对吗？好吗？你就再做一次这一台，然后来看看你28岁的你跟18岁的你有什么不一样？你现在几岁？20，今年25。那个怎么看起来像38？还不知道剪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好看的影片，就是阿龙很辛苦的在剪。然后等一下我们拍完这个，他要继续剪。那最后一个啦，我觉得其实那些什么，我跟你讲，汤口没做没关系，漆面稍微磨歪或者是没磨也没关系，这个合不起来，变裂甲也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攻击自由的金色啊，怎么可以喷成这个样子？我想这个可能是大家只要买到攻击自由，或者是想要喷金色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困扰跟问题。那我们就要花简短的2分钟，教大家怎么喷金色。首先呢，我们就先准备一把喷笔。那这个喷笔它是.35口径的，可以直接喷金属漆。如果你想要洗得更干净又好喷的话，我们可以换上这个0.5的这个替换套组。我们必须更换这个喷针这.35的，这是.5的。然后第1环打开，这个第2环也有分.35跟.5的。那你们看0.5这里有写一个0.5。再来，我们把这个打开。那这个.35的喷嘴在这里，我们把它拿起来，换成0.5，套回来。步骤非常的简单，然后看清楚标示，这里有个0.5，再装这个。然后切记。你们看.5的喷针我们有帮你做记号，那.35上面是空的，所以你看这个5个，你就知道这是.5的。
边要锁紧。那么我们这个子弹型喷嘴它是锥度密封，所以当你这边套完这个喷嘴的时候，可以稍微给它施压再转一下。那我们喷金属漆的时候啊，我喜欢这个初漆的时候压力大约是2公斤左右，让它压力大一点。那现在我们准备一罐你喜欢的颜料，像我买漆都是买整架的，没有再买一罐。那听说 MX05 还不错，它这个里面有附一个珠子，在我们调漆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漆摇均匀。然后摩多的那个水哥说，他那个珠子的 R 角是有设计过的，跟这个瓶子的 R， 所以它每一个角落的漆，它都可以透过这个珠子转到摇均匀。那他建议是1:2.5啊，这种东西就个人喷的爽不爽，像我们也可以试1:2啊，或者1:1.5啊，这就是一个参考数值。那我这次应该会使用1:2左右。然后这个 D09 是金属色专用的溶剂，因为金属漆它里面有这些金属粉末，你用这种溶剂它可以让这些金属粉末往上浮跳出来，整个喷涂的质感会更好一点。那如果用一般溶剂也可以稀释，只是说这种金属的效果还是有一点差异。你们看，用这种溶剂调的这金属粉末它会一直跳出来，有没有？到时候喷出来这种金属质感就会更好一点。我们喷金属漆的时候，气大、漆少，尽量的干喷，让它这个金属的粉末可以浮出来，让那种金属的光泽才会慢慢的显现。现在已经有一点这种金属光辉了，这个是在我们没有上底色的情况下直接喷。那这个也是所以你看这边它就很塑胶嘛，这边金属的质感就慢慢跑出来了。那如果我们底色有用黑色，或者是有用比较高光泽的漆，那不同的底色它的发色会更漂亮，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个测试。那像我们这一个就是底色是黑色，然后再喷金色，效果又会不一样。那我们现在金色浇完了，你就可以喷出像我们 MG-EX 攻击自由这种金色这么漂亮的金。那最后一个就是你一定会说，那我们要买 MG-1X 还是买 PG 呢？以整体的细节跟造型跟规格，当然是 MG-EX 比较爽，但是以大小一定是 PG 比较爽。那所以要怎么办呢？要么你就是改成 PG-EX。阿龙可以吧？砸啦！就如果你喜欢大的，你就买大的；如果你喜欢细的，你就买这个比较细的。我个人2台都会买。那这一集节目呢，我们开箱了 PG 异端，Double O， 还有这个攻击自由3台 PG。那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最喜欢哪一台呢？就是如果你的预算有限，只能买1台的话，我建议你买这一台。反正你们喜欢买哪一台就去买哪一台吧。那我们这边的 PG 之墙，看一下这个角落，还有很多那我们陆陆续续呢还会开箱给大家看，每一台尽量的把它束组起来，或者是夹组起来，还是有喷漆的。那除此之外呢，每一件我们也会安排另外的这个打磨、刻件加深，然后喷漆、水贴、上色，做好一个完成品给大家看。所以喜欢我们的频道，请帮我们点个订阅，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模型师抠鼻他们家的年菜推出啦！青青餐厅主厨阿发师每年推出的年菜都超级无敌好吃，特别有当家必点招牌料满到爆出来的佛跳墙，还有入口即化的蹄膀卤笋丝，以及超级涮嘴的蒜香猪腱骨等年菜。有兴趣的朋友请参考下方资讯栏，数量有限，赶快打电话给青青餐厅，与家人朋友一起享受丰盛的年菜，共同制造美好回忆。新年快乐啦！